大家好，我是微庄主。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港股投资的两个底层逻辑。那很多投资者呢会有一个疑问，港股目前的位置大概在哪里？然后呢，它投资多少合适？仓位多少合适？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聊一聊如何来理解港股市场。那我们还是老的习惯，在你观看视频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哪一个点对你有帮助，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小心心或者一个赞，让我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更适合你们哈。好，那我们说呢，这两个底层逻辑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出手。那一个呢，就是这个上市公司的本身，也就是它的基本面，它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谁来投资它？那投资港股的这些人，他会怎么来理解港股？他会怎么来操纵他手里的资金？好，那我们先从公司本身来出发。对于港股来说呢，我们理解它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那港股这些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主要是从哪儿赚钱呢？我们只有知道这些公司从哪儿赚钱，才能知道，它的基本面是跟什么地方的宏观经济高度相关，对吗？来看哈，中国大陆的企业呢，占港股的总市值呢，达到了85%以上。也就是说，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些总市值有85%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企业。那就是说，这些上市公司它的盈利，它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哪里啊？是中国大陆。那所以说，港股的基本面应该是跟中国大陆的基本面、宏观经济的周期高度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恒生科技。恒生科技的走势呢，跟中国的 PMI， 也就是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看，在大长周期上是高度相关的，对吗？也就印证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港股的公司，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中国大陆，它跟中国大陆的基本面是高度相关的。那这个基本面呢，大家可能也深有体会，就是说它依然是在底部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在磨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哈。那么我也想跟大家在这里呢复习一下，补充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小知识哈。我们说 A 股呢，它主要分成3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呢，就是红利啊，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会跑得比较好的一个红利。它的业绩比较稳定，也就是稳定类的。还有一个呢是周期，什么意思啊？跟宏观经济的波动高度相关的方向哈，比如说白酒啊、消费啊这些哈。还有呢，就是跟它自身相关的、自身的产业周期相关的。一个是很稳定的，一个是跟宏观经济相关的，一个是跟它自身相关的，比如说科技类，它是产业周期。那我们说呢，我们从这个上面这幅图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恒生科技应该是在这属于第2类，因为它跟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是高度相关的。那我们说在 A 股上呢，跟这第2类高度相关的还有2个指数，一个是上证50跟沪深300，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推导出来，就是说港股的走势其实它是跟中国的沪深300跟上证50是高度相关的哈，只是幅度不一样，但它的走势方向是高度相关的。那我们现在理解了，这个公司本身啊，要看中国的经济周期，对吧？那现在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在底部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再看谁来投资港股，我们看这是港股投资者的结构。这个红色呢是国际中介机构持股市值占比，也就是说外资是占比最多的，然后就是香港本地的，这2个加起来大概有75%左右了哈。那我们说外资还是一个大头啊，所以我们说这些人呢有很多是外资。那提到外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美元咯。当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从2个方向去理解，一个是资金的流向，一个是这些人呢，他怎么去理解港股，然后给他估值。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中美利差。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这个公司本身呢，我们要看中国的经济周期，而这些投资它的人呢，我们主要盯住的应该是中美利差。为什么？所谓的中美利差就是国债收益率的差值，看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减去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也就是说，当你把钱买到美国国债，跟你买到中国国债，你多赚的那一部分钱就是这个图。当这个
数字高的时候，就是美国国债，你投资美国国债会赚得更多，所以钱会怎么样？会流出去，流回到美国，从港股市场往外流，流回到美国。那我们说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一个历史极值的位置了，上一次在这个位置还是10年前，看到吗？那这个中美利差这个东西到底是如何影响那些人对于港股的投资呢？首先是一个资金流向，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因为当投资美国国债收益更高的时候，资金是往美国走的。那同时呢，它还会影响估值，它怎么影响估值？好，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哈，简单讲解一下什么是股票的估值模型哈。我们最常见的估值模型呢是贴现率模型。好，假设说有一个朋友他承诺未来3年每年会给你100块钱，未来3年每年都会给你100块钱，那这300块钱未来的现金流现在价值多少呢？就是它的估值，对吗？好了，那它未来会给你100块钱，但是它现在价值多少呢？就要用1除以，假如说你投资到别的地方，比如说你存在银行，收益率非常高，有10%，那对于你来说，这未来给你的100块钱除以这1加10%，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钱的价格，对吗？那第2年呢，就是1加10%的平方，然后以此类推。对吗？好了，那跟公司的估值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一般在做估值的时候呢，会预估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它能赚多少钱，也就是分子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分母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关系到贴现率，就是你怎么计算你这些未来你挣的钱折合到现在多少钱，就是这个贴现率。一般我们在这里呢会用国债。好，所以说呢，估值模型本质上就是一个分子跟分母的问题，对吧？分子跟什么相关啊？我们刚才讲说，每年你会有100块钱的收入，等于说分子就跟公司的收入有关，未来的收入有关，其实本质上是基本面，对吧？那分母跟什么有关啊？跟国债收益率有关。好了，那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简单了，我们再往下看哈。那么我们说中美利差呢是如何影响分母的？大家看，香港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是跟着谁走啊？是跟着美国走的。好，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目前是在高位，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大家都在预期它会降息嘛，是吧？所以未来呢，香港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应该是往下走。好了，当分母国债收益率分母往下走的时候，整个估值怎么样？是往上走的。好，我们再看分子这个位置是怎么影响的呢？中美利差哈，我们看80%多的企业都是在大陆，对吧？在大陆收入的是什么？收入的是人民币。那人民币在中美利差扩大的情况下，人民币是贬值的，那大家就会惯性思维预期说，那你未来赚的这些人民币都在持续贬值，对分子是不利的，对吗？如果我们预期中美利差是往下走的话，那就是人民币会升值，人民币会升值怎么样？这些未来赚的人民币也会升值，但是现在是在一个中美利差的一个极值顶部，对吗？好，如果我们认为中美利差会往下走的话，那是不是有利于这个分子？这样，对吧？那它对整个的估值影响是不是也是向上的？那不管是分母还是分子，在中美利差的影响下都是往上走，而且它现在是一个中美利差的极值。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现在目前在估值的这个要素上，是投资港股的那些人最悲观的时候？目前处在一个利差极端的这个位置，对于估值的影响也是一个极端的影响。那我们回来看刚才说的，那中美利差主要是通过资金流向跟估值来影响香港的股市。资金流向不用讲了，现在是一个极端不好的地方，估值也是一个极端不好的地方。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周期派逆羊群投资的话，如果市场是一个钟摆的话，现在目前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在极值的位置。假如说我们有周期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刚才讲从基本面来讲，它是在底部，还是从这个投资它的人
从它的资金流向跟他们对这些公司的估值来讲，都是一个底部。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有点多哈，我们来整体来理一下。公司本身呢，主要是在中国的大陆，所以它受中国的大陆周期影响。现在目前呢，这个位置是在底部。那投资它的人呢，主要呢是外资。那外资呢有一个资金流向的问题。现在目前呢，资金还是往美国走，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更高。一个是资金流向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会影响这些人对这个公司的估值的问题。那这个估值呢，又涉及到了基本面。基本面的预期呢就不太好，为什么？因为它的收入主要是人民币，人民币现在目前又在贬值。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它的贴现率，它贴现率呢还不是跟中国的走，是跟美元的收益率来走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最不好的时候。所以不管是从公司本身，还是从资金流向跟估值预期来讲，现在目前都是港股的底部的位置。所以我们讲说，从中长期来讲呢，港股还是非常具备投资价值的。那我们在讲说，仓位多少的时候，或者是说能不能投的时候，单独来说它其实是不科学的啊。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宏观，就是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港股呢，它本身呢是股票，对吧？好，那么如果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讲说未来商品市场可能会大幅度的跑赢股票。商品包含什么？黄金、白银跟原油，对吧？还有豆粕，这些都是中国的投资者可以去参与的没有杠杆的方向。那还有在这里也补充一点，那近期呢，黄金白银呢确实是上涨了不少哈，其中黄金呢现在从我们的模型来看，应该是到了一个短期的高点。这里跟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短期回调风险哈，当然长期黄金依然是有非常高的投资价值，非常推荐你们翻过去把我讲大宗商品周期黄金跟白银这些品种的相关视频好好看一下哈，这是未来至少3到5年以上的一个投资的大的方向。